2045年，火星上午10点，2874个居民正在盯着全息屏等待结果。3分钟后，下个季度的火星目标揭晓：勘测环形山稀有矿石，升级水循环系统。欢迎回到火星猜想系列。这个系列是用心理学、游戏设计理论、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，以循证的方式对火星文明进行推演。如果你问一个地球人工作是什么，他会回答你 KPI、职业规划、升职加薪。而在火星上，所有答案都会失效。在殖民的第10个年头后，仍有 40% 的工作是人类的第一次：修复辐射泄漏的舱壁，在重力异常区种植作物，甚至制定强行平衡工作、睡眠、娱乐的法案。最初的工作制度是地球人设计的。在火星殖民的第3年，由于气压平衡系统的工作人员长期加班，导致基地气压异常，火星基地差点覆灭。而现在，火星居民已经完全接管了火星的各方各面。如果工作就是要面向星辰大海，火星人要怎么设定自己的目标呢？答案是需求、AI、投票。居民提出需求， AI 分析生存概率，全民投票决定优先级。这套规则让火星从第3年的混乱走到了今天。但它真的完美吗？显然，在制度提出的前2年，由于利益跟立场的不同，火星的任务被拖延。然而在第10个年头后，火星居民逐渐习惯了这个制度。上期我们提到了火星人的货币，火星币用于购买生存物资，贡献分决定社会认可程度。在人类文明的2个空间中，地球上的奢侈品拍卖会只认人类货币，而在火星上，你使用火星币时，大家还会盯着你信息中的贡献分。你有听说过上周的一个故事吗？某人因为倒卖氧气而发了财，拥有50万火星币。当他在社交网络消费的时候，被愤怒的人群公投，如果3个月后他的贡献分没有从467分提高到5000分，就会被驱逐回地球。地球上，富豪的孩子可以在游艇上玩玩乐乐，而在火星里，他们活不过24小时。上个月还有一个居民，因为父亲是个商业大亨，想要垄断所有居民的心理健康业务，在第2天就被 AI 标记为严重威胁。如果裁定一致通过，他将乘坐第84号穿梭机被驱逐回地球。所有的投资行为跟投资知识都被 AI 标记为危险的。只是一味的囤积财富，却不对火星社会做出贡献，极有可能造成文明的崩溃。在火星上，你可以成为一个绝对的穷人，但是一定要被社会需要。接下来介绍专属于火星人的工作内容。与地球不同的是，会出现以下职业：基地生态稳定，例如水循环工程师。就在昨天，3号上的水循环利用率下降了 30%。工程师威廉及时检测出了故障，在只损失34吨水的情况下，他的账户上多了2000的贡献分。更让他兴奋的是，下次私人户外探索时间多了2天。而空气循环工程师、辐射防护管理、基地应激小组的成员，也在时时刻刻保护着全体火星居民的安全。真正让所有人疯狂的职业是基地外的探险工作。上个月的时候，西格玛探险队在一个巨大的撞击盆地中发现了大量的杰斯贝矿。这种矿物提炼出了类银超金属，由于延展性非常好，可以用来制作户外运输的车辆。而3个数据告诉你，为什么户外探险的工作是最热门的工作。第一，5年内死亡率是 12.7%， 是基地内职业的53倍，但在工作时，肾上腺素是基地人员的3倍。第二，基地中获得贡献分往往靠的是机遇，而在基地外，贡献分随处都是。第三，户外探险是所有火星儿童的必修课，但是只有精英才能用得到这些知识。这就是火星人的工作日常。当 AI 吃掉了所有重复的工作劳动后，火星人就可以专注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任务。火星人最鄙视的品质是什么？不是懒惰，而是无脑努力。当地球人还在争论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工作时，火星人早已有了一个定律：能被 AI 取代的努力根本不配称作工作。最后一章节，我们来聊聊火星人的不同阶层。火星人最顶端的 0.7% 的人口被称作马尔斯决策者，
他们需要实时检测615条技术管线的运行情况，还要顶着5分钟的延迟跟地球人通讯，并且更残酷的是，他们每天都要通过心理健康指数的筛查。AI 一旦检测出权力欲望超过阈值，就有可能顶上安全威胁的标记。去年有个决策者，他在与地球方面沟通的时候，想要为自己多换取一次地球假期。现在他已经被派到其他职位上了。AI 对他的判决很简单，你的沟通能力评级为 A+， 但是集体生存动机的评级为 F。然后是占火星 23% 的阶级探险者，他们也被称作马尔斯之矛，他们的贡献分加起来占基地的 75%， 但却痴迷于探险。3个事实让你可以理解他们。他们的每件防护服都会精准地记录辐射的剂量，过量的辐射值会被强制安排在基地静养。第二，心理健康对他们至关的重要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正念冥想训练，用于控制焦虑的情绪。在地球上，焦虑并不会造成什么后果，而在火星上，焦虑可能随时要了你的命。第三，攀比物资是种愚蠢的行为，但只有购买精良的装备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占人口 76.3% 的是基础层，他们在基地中提供各种服务。心理抚慰师将直接通过脑机接口对你的想法跟情绪进行工作，而性工作者除了肉体服务，还会增加一些情感服务。上周的氧气泄漏，应急小组的一个成员用身体堵住了破洞，争取到了最关键的17分钟。在火星上，没有阶级的贵贱之分，只有被他人需要时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。下期我们将介绍火星人的繁衍、家庭跟教育。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